上周六总统大选落幕之后，社群平台上面出现了很多疑似作票的影片，这些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选举作票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最近社群平台上面出现了很多疑似作票的影片，像是有影片拍到投票箱的隔板内藏有选票，或是选务人员拿着一叠看起来没有折痕的选票，一直唱票同一位候选人，甚至还有选务人员呢连票都没有亮出来，就直接狂画正字。YouTuber 比特网出任务，搜集了很多开票乱象的片段，做出了一支影片。短短几天观看次数就超过了200万，而百万网红艾丽莎莎呢，也在 IG 的限时动态质疑选务人员是不是公然作票。不过面对这些质疑中选会的主委李进勇开记者会驳斥说，选举的投票跟计票过程都是公开透明，并且同时受到很多人的监督，不可能有舞弊空间。他强调，候选人阵营如果不接受选举的结果，可以依法提起诉讼，只要法院认为有违法作票，他就会立刻下台。台湾的总统大选真的没有作票的空间吗？为什么开票过程会有这么多的问题？一般民众对于开票过程有疑虑，又要怎么做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讨论看看吧。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到工商服务时间。你是否跟我一样有减重复胖的惨痛经验呢？先别气馁我和减重名医宋叶人一起推出了外食减重学线上课程，会带你根据体质避开复胖地雷，让好不容易瘦下来的你不再因为三餐外食、没空运动等等原因，让体重回到原点。课程首先会带你掌握外食判断指南，一眼就能够根据食材类型与烹调方法来找到好吃、便利又能够瘦的日常外食。此外，如果想要杜绝复胖，那就一定要认识影响减重成效最关键的荷尔蒙体质。根据体质调整作息与饮食来减重，就不用勉强自己疯狂运动、节食挨饿，更不用担心一旦松懈就迅速的膨胀复胖。这套让我4个月减下14公斤的外食减重学，限时早鸟贩售5折起，机省2550元。输入我的优惠码还能够再折200元。想要战胜复胖、成功减重的朋友们，赶快点击资讯栏来看看吧。首先要来讨论选举有没有作票空间，我们要先来聊聊负责举办选举的中选会到底是怎么来的。中选会的全名呢是中央选举委员会，由1位主任委员、1位副主任委员以及7到9位的委员组成。这委员呢是由行政院长提名具有法律、政治相关学识和经验的公正人士，经过立法院同意之后任命。另一位呢是由执政团队提名再加上目前的立法委员超过半数都是执政党，所以很多人都怀疑中选会会是这个执政党的打手。那当然，这种疑虑一直都有，所以法律呢已经有规定为了要保持中立，中选会里面呢同一个党籍的人不能够超过委员总数的1/3，而且委员们在任期间为了要独立执行职务，也不可以参加任何政党的活动。除此之外，中选会也强调说，他们在全国大选是监督机关，实际的选务工作呢是由地方的选委会来办理。那实际上负责执行选务的工作人员又是怎么来的呢？这次的总统大选中呢，每个投开票所会有1位主任管理员、1位主任监察员，最少8位的管理员、2位以上的监察员以及1位警卫人员。首先，主任管理员与主任监察员都必须要有现任的公教人员担任，他们负责管理投开票所的大小事务，还有清点和运送选票等工作。再来是8位管理员负责执行选举的相关事务，1/3以上呢要是现任的公教人员，其他呢则是找大专院校的成年学生或是社会上面的热心人士担任。然后是监察员，负责监督投开票所作业程序，只要年满18到72岁的社会公正人士都可以担任。他们通常呢是由正副总统候选人所推荐的政党推派，也就是国民党、民进党和民众党，他们都可以依法推荐监察员，再平均的分配到各投开票所中。最后，警卫人员呢由各县市的警察局派到各投开票所协助维持秩序。换句话说，一个投开票所呢至少有13位来自不同背景的工作人员，再加上开票时呢会开放参观席给民众参观。所以大部分有实务选务经验的人都认为要一次买通这么多人不被发现，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务。可是选务人员如果很难被买通，那刚刚开头说的那些开票乱象又是怎么一回事呢？目前我们看到的开票乱象呢，可以分成4大类。第一类呢是媒体灌票，有人在抖音上面质疑明明中选会只开票到30多万，但电视媒体却已经开到200多万，那是不是因为这个票数早就定好了，各家媒体才会这样子的有恃无恐？但其实呢，影片里面的 TVBS 曾经发新闻说，为了要给民众最真实、快速的选举结果，
就是为了收视率啦。他们招募了3500多位的报票人员到全台湾呢，以及各离岛的投开票所，及时的回报票数，所以速度才会比中选会快。而再来第二类的开票乱象呢，是票箱的夹层当中疑似藏有选票。这部在网络上面点阅率很高的影片，经过事实查核中心比对，是来自于屏东县中正国小第146投开票所。屏东县选委会解释那个夹层呢，其实是用来稳固纸箱的底板。之所以没有平放是因为选务人员在为这个票箱贴上封条的时候，有民众质疑票轨的底部的封条没有贴牢，工作人员呢就翻转纸箱，让民众上前按压这个箱底来确认，原本这个平放底板才会因此打斜。选委会强调，投开票所呢在投票前、开票之后都会让民众确认票轨已经净空，而开票结果呢也在现场公告，目前没有收到任何的投诉。接下来呢是疑似有工作人员灌票给特定候选人。根据中选会的回应这些情况的原因可能分成2种。第一是人为失误，像是蓝绿灌票100张的这个截图呢，经过查证是新竹市北区第256投开票所，当时计票人员呢在加总时确实不小心算错，但经过民众反映之后已经更正。另外呢是这部念1号画2号的影片。画面来自于台南市东区第1340投开票所。台南市的选委会表示说，开票过程呢确实有民众反映计票错误，后续已经修正。中选会强调，这类型的人为疏失呢，在开完票之后，选务人员和监察员都会再重复的核对票数，确认没有问题才会结束工作。那第二原因呢，可能是因为拍摄的角度导致误会，像是这部影片来自新北市第3选区投票所。画面上面呢，计票管理员在记录总统选票，但是背景声音呢却录到了区域立委的唱票声，才会引发为何都不帮1号候选人计票的疑虑。但其实那是区域立委候选人的得票。最后一个乱象呢，则是选务人员没有按照流程开票。比方说，有唱票管理员呢拿着1叠选票连续唱票同一位候选人，或是有计票管理员直接写票数，没有公开让民众检查，这些类型的影片呢都违反了开票流程。根据投开票所工作人员手册的资料，当投票结束之后呢，选务人员会把投票所重新布置成开票所，而这期间呢，投开票所的门窗都不能够关闭。接着，主任管理员要观众宣布领票人数之后呢，才能够正式的开始开票。开票时呢，应该要按照检票、唱票、计票、整票、计票呢的流程来进行。首先检票呢，就是由开票管理员从票轨当中一张一张拿出选票，交给唱票管理员。检票。再来，唱票管理员呢拿到选票之后，要将被圈选的号字跟姓名大声唱出，并且高举选票让观众查看。唱票。那过程当中，如果有无效票，要当场的交给主任管理员和主任监察员认定之后唱票。然后当计票管理员听到唱票之后，就应该要同时间复唱，再用正字记录。票。整票计票员呢，则会从唱票员手中拿到唱过的审票之后，再分类整理。整票计票。最后，整票计票员呢，还有监察员会再复上一次，确认票数和领票人数相符。那万一票数真的有出入，也要在这个投开票所报告表上面说明，确保一切正确无误，才能够报封。那既然有固定的流程要走，为什么选务人员要违规呢？选务人员公然违规大部分可能是因为他们想要早点下班。有人分享自己当工作人员的经验，一般管理员呢在早上7点20就要抵达投开票所，那如果是主任委员要更早6点就要到了。在布置完投票所之后呢，就要一路的忙到开票结束之后才能够回家。午餐呢也只能够趁着中午来投票的人比较少，大家轮流吃饭。有些人呢还要在这段时间赶回户籍地投票。所以到了开票时，有少数工作人员为了早点回家，才会不顾规定呢，先整理选票之后再唱票，反正最后票数是对的就好。有人分享唱票的过程其实非常耗时又累人，一个投开票所呢要唱票1000多张，还要再把这个票高举让民众看，搞到最后都声音沙哑，肩膀酸痛。而他们的辛苦呢，换来的工资大概只有2-3千元，这让很多人觉得还不如在家睡觉。所以其实呢，选务人员常常招不满还必须要强制公教人员参加。不过也有很多的选务人员表示说，尽管开票过程很累，但大部分的人呢都努力完成这项工作，不应该要帮这些便宜行事的选务人员找理由护航。不只是对于认真努力的选务人员不公平，也会让民众对于整个投票制度失去信心。
那如果大家在开票的过程当中发现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应该要马上向主任委员反映，要求更正。那如果被置之不理，可以打电话给地方的选举委员会检举。在选举结束之后呢，民众如果有任何的违法的证据，也可以上中选会网站，透过多元的管道陈情检举。在进入观点以前呢，我们先特别的感谢这一期的所有会员哦，因为有了大家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运作这个频道，让重要的议题被更多人看见，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大家。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频道主页的这个加入按钮，成为我们的会员，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支持我们。好的，那话说回来，在这一次的总统大选当中呢，我们团队里面也有人呢去当选务人员，也有人去看开票。而在看开票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计划就刚好亲眼的目睹有选务人员违反规定，先整票才唱票，他当场跟主任委员反映，选务人员呢才依照规定的流程来开票。所以我们认为这种开票的争议呢，或许并不是特别的少见。那当然，从选务人员的角度来看，他这样子只是比较快而已，又不是要做票。但我们觉得，任何不照规定来的做法呢，其实都是对于民主的伤害。因为目前这个选举制度其实是我们数十年来不断修正的结果。数十年前台湾选举开票的时候会突然停电，电回来票就算好了，还有发生过这个挖马路的时候发现一整袋选票都投给同一个人的离奇事件。所以后来台湾修改了很多的规定就是希望透过现场的一双双眼睛，让大家可以亲眼确认选举结果是怎么出来的。同时呢，这几年也有过很多的电子投票或是不在籍投票的讨论，但这些讨论呢，多半因为作票疑虑而没有实现。换句话说，目前的做法或许也是现阶段最折中、最多人能够接受的选择，而它要能够顺利运作，仰赖的是大家对于体制的遵守还有信任。所以我们觉得，任何关于作票的指控或者臆测，都应该非常的谨慎，因为在没有确实证据的支持的前提之下呢，这类指控都会对我们的民主产生很大的伤害。比如说，我们在研究这个主题的过程当中，就常常看到有人会说，反正都会被作票，以后干脆不要投了。那么觉得让民众放弃参与民主的权利，反而容易让特定的候选人得利。假设更严重一点，当台湾有越来越多人怀疑民主，那得利最大的反而可能是一直不想要让台湾民主的那个国家。那当然，我们觉得这么说呢，并不是觉得大家完全都不能够质疑或讨论选务的问题。反过来说，我们认为这是因为这个全人工的做法很笨很累，所以选务会呢不小心出错，甚至忍不住呢想要偷懒都是难免的。它就是执行上面的限制，也是我们整体权衡之下的选择所必须要承担的风险。如果想要降低这些风险，以现阶段来说，我们觉得最好的做法，或许呢还是靠着亲身参与，比如说直接投入选务工作，或是到现场一起看开票，靠着更积极的参与跟讨论，改变我们觉得不满意的现象。这样子一来呢，即使最后的选举结果不如预期，大家还是可以很骄傲的说，我们每个人都非常努力，用自己的方式为这片土地付出，一切都问心无愧。而这一切或许也是台湾民主的展现吧。好的，那我们最后呢也想来问大家，下次选举时你会考虑去开票所看开票吗？会只要是人工开票呢就有瑕疵，我想要去帮忙监督，减少瑕疵，并不会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我觉得在家看开票就好了。这会我甚至呢还想要报名当选务人员，为大家服务。提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做票有多难。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不在籍投票以及北韩大选。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